好，我是门外汉阿夏，今天又来到介绍录音场的时间，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森の牧場オートキャンプ場，耶！耶，这个摩利诺马基巴就是位于千叶县，就是东京近郊的一个摩利诺马基巴，大概从东京开车过来1个小时吧。对，差不多1个多小时。对，现在我们看到眼前就是它的入口的地方，就是还看到一些就是其实这个录音场是牧场改造的，对。眼前看到的是它一些牧场以前的设施留下来的地方，然后这个地方就是它的管理栋，对，卖店啊，管理栋啊，就在它的入口附近。对，然后就是它 check in 的时间，大家要注意一下，这个牧場的 check in 时间，check in 的时间，它是露营场的，忘记它 check in 的时间大概就是下午1点到4点，大家记得要遵守时间哦，因为我们就是有点迟到，然后那个管理的人就非常生气，打电话来催，就说我们不是已经跟你讲了吗？4点，你这么网上规则写得很清楚是4点，然后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5点就关门了。对，卖店5点关门，那些人就下班了。对，所以希望你快点。对，所以这个录音场大致上就是分成两种露营类型，就是有电源跟没有电源。那其实它就是 auto camp， 就是 auto camp 的意思其实就是你可以开车进去，然后把车子停在你的营地，直接停在营地的这个意思。那 auto 的意思是自动车的意思，就是汽车啦，中文是汽车的意思。对，就不是说你进来自动可以录影，不是这意思。请自动录影，请自动录影，不是这意思，不是对，所以这其实它分2类，就是你可以有提供电源的地方跟没有提供电源的地方。电源的叫做 AC 赛斗。对。所以现在眼前看到就是属于没有电源的部分，对，就是没有服务生会过来，不是，没有那个电源，不是那个电源，对。那所以你眼前看到就是草坡上的，它原本那个牧场的地方的赛斗，非常平坦的一个露营场。对，但是它是有点小斜坡啦，但是其实它非常宽广，就是相对于东京这种狭小拥挤的地方，这是一个非常宽广辽阔的地方。对，有别于我们之前去的，像是山里啊，或是湖边啊那种会比较有坡度的地方，这边相较之下是非常平坦，都是草地，然后你仔细看那个地上都是非常的没有石头，没有任何的树根。对，但是露营场非常特别，它有一个很特别的规定，就是它禁止多人数的露营。对，你预约一次最多就是5个人，就或者是2个小家庭。对，2个小家庭最多上限还是5个人啦。对，2个小，生太多。对，不要生太多，你可能子孙满堂，可能进不来这样。对，就是而且它还就是很妙，就是说你不可以各自预约，然后在这边集合，然后超过5个人的限度，这是违反规定的。日本露营场其实规定很多，所以来到日本露营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要详读它的规则。对，就跟你投资一样，要记得参阅投资说明书这样。对，要记得看清楚规则。写的真的是蛮细的，可能是他以前有碰到一些比较问题的参加者。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它就是一个有栅栏的地方，其实它就是非常适合你带宠物来这边露营。没错。对，那宠物在里面啊，你带的猪啊，你带的狗啊，都可以在里面自由的奔跑。人也可以进去啦。如果你把你的孩子当成宠物的话，其实它也可以在里面自由的奔跑。对，其实我们刚刚看过来，就是很多空的地方，其实我们到了这一天，其实预约算是已经几乎全满了，但是我们还可以看到非常宽广的一个，还蛮多空的地方。对，所以其实你 check in 的时间是1点到4点，可是隔天的 check out 却是下午3点，所以其实有重复到
的感觉，但是其实它就是有设定好，就是重复也没有关系，其实它场地非常的大，还是蛮空的。对，那天预约的时候几乎是他说是已经满了，几乎满了，但对。是我们隔壁两边其实都还是空的，所以它就设定说，你还在录影的时候，下一组客人可以先进来，而且好像还有白天的 day camp 的人，对对对，还可以进来，所以它其实设定的非常有蛮空的，对对，不会让你觉得很拥挤啊。对，我们现在走回头，中间这个小径回到店员的场地，中间刚刚有看那个小河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孩子可以在这边玩水，对，算是非常浅的一个小溪啦，可以非常安全在那边露营。所以其实它这个露营场的很多细小规则，甚至它还有广播，会跟你说，要注意哦，要补充水分哦，不要中暑哦。但其实蛮有趣的啊，就是很少看到有广播的露营场。刚刚看到那个蓝色的地方好像是蓝莓园的话，它还有你还可以在采蓝莓的活动，这样一个人300块。对，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参加这样。那我们今天走到就是我们这次搭设的营地，眼前看到是一个天幕跟一个无人帐，对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天幕跟无人帐。然后我们预约这次，因为我们朋友他假日要按扣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电源，对，所以我们预约有电源的场地。然后其实今天算蛮热的，但有点带错装备，就是我们的帐篷的那个材质其实就是那个聚酯纤维的，所以早上起来会被热醒这样啊。但是我们的天幕带的是那个帆布的那个天幕，所以还算蛮凉的这样。所以如果坐在那个帆布的天幕下，其实不太会热，反而你在那个帐篷里面会很闷热。对，就是我们有点带错装备这样子。然后现在就是这个就是它的那个电源的部分，就是你进录音场，你如果有预约有这种有电源的这个场地，它会给你一个延长线，那你可以插在这个电源供给的地方，然后就可以使用电源。可以看到我朋友这样，开始工作啦，他很可怜，他假日还要上班。第一件事情一到就马上开始工作。对，他这个录音场的设施非常齐全啊！你看他眼前有那个洗衣机啊、洗手台啊、垃圾回收场啊。我们这个位置刚好是离这边比较近，比较方便。旁边还是厕所跟那个浴室。对，但是非常干净。但我们看到很多那个工作人员在清扫厕所啊，其实一堆阿姨，对阿姨，好厉害啊！对，好，第一次看到员工这么充足的录音场。对，就是想想那个阿姨，她可能以前是这个牧场的员工，她可能以前是放牛，然后现在只要放送广播叫你不要中暑，轻松。对。这个是羊吗？对，是羊。对，但录音场还留有一点小动物了，对，山羊。对，有山羊啊，有兔子啊，这样。兔子。对，然后你可以在这边带你的孩子来这边，然后喂兔子吃草之类的。对，但禁止狩猎啊，就是不能够烤兔子，请大家不要把兔子拿来。我觉得兔子蛮多的不要会不会偷烤啊？偷烤那个烤兔子，好像有点太多了，好几只。对，应该不会有人做这种事啊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看到是它原本牧场的设施，它以前应该是就是养牛的地方吧，对，吃奶的，对，然后现在就是变成一个室内的一个活动场地，你可以在里面不知道做什么，反正你想一下，你想要干嘛？可能可以开演唱会之类的吗？对，但是对，可以开演唱会吗？你是反应太慢了吧？你现在刚看到这个篮球场，你可以在那边打篮球，它有一个小篮球场，对，可是它其实只有可以打到5点啊，5点过就不能使用，所以它规定很多，就5点过后不能够打篮球。晚上好像是几点？晚上10点9点了啊，10点熄灯，对，然后9点车子就不能再进出了，就门关起来就大逃杀之类的，不是？可能是那个万圣节活动啊。对，你会看到就是有那个绵羊啊什么的，还蛮可爱的这样。
所以我们今天大致上就带大家走这个露营场一圈，这样。这地方就是大概是以前牧场主人的那个自己的生活领域这样，然后现在眼前就是刚进来那个管理的地方，对，然后现在准备要回家，是第2天的早上，对，眼前这就是以前那个牧场的住家了，这是进来的那个路径，就是一种羊肠小径，这样可以穿过森林，然后来到那个牧场这样。那大致上就介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希望大家可以自觉订阅、按赞成自然、投去敲到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